最近 Starliner 飞船再次成为了新闻热点。8月25号 NASA 决定让目前还处于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状态的 Starliner 飞船在北京时间9月6号自行返回地球。而在6月5号，乘坐这艘飞船来到国际空间站的2名宇航员布奇·威尔摩尔和苏尼·威廉姆斯，则将在2025年的春天，随同预计在今年9月底才发射升空的库9任务的2名宇航员，搭乘龙号飞船返回地球。这件事儿本来已经够让波音颜面扫地的了，然而祸不单行，前2天又爆出了 Starliner 飞船出现异响的新闻。看来未来波音能否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在2025年向国际空间站输送宇航员，是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 SpaceX 这一个篮子里，很多的航天爱好者都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追梦者航天飞机上。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追梦者号航天飞机。追梦者号是内华达山脉公司正在研发的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这个内华达山脉公司的英文简称叫做 SNC， 下面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就把它叫做 SNC 了。追梦者号能够安装在 ULA 的火神半人马座运载火箭，或者是欧空局的阿里亚纳5号运载火箭，或者是 SpaceX 的重型猎鹰运载火箭的顶部，以垂直的姿态发射升空。在完成任务之后，它还会像航天飞机一样，自主地在常规跑道上以水平的姿态着陆返回。这简直就是航天飞机的一个翻版。其实，追梦者真的就是 SNC 按照航天飞机的设计理念设计出来的航天器。它的高度是2米，总长是9米，拥有一对可以折叠的机翼。当机翼处于折叠状态时，它的宽度是 4.5 米，这就使得它能够轻松地放到直径5米的火箭的整流罩内。当机翼展开时，追梦者的翼展大约是7米，这就使它在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可以在大气层里无动力地滑翔超过1800公里的距离。它的空重大约是9吨，它被分成了载人版和货运版2种型号。载人版可以支持3到7名成员入轨，而货运版可以运输 5.5 吨的有效载荷到国际空间站。当追梦者被安置在运载火箭上的时候，为了克服航天飞机的那种我曾经在以前的节目里多次提到过的并列布置的总体布置缺陷，追梦者号被布置在了运载火箭顶部的整流罩内。在概念刚提出的时候，追梦者的主要任务还是载人，货运只是次要任务。但在2016年 NASA 和 SNC 签订了向国际空间站输送货物的合同，计划由 SNC 负责研制航天器，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货物补给。这个任务量呢，不少于6次。在这样的背景下， SNC 调整了追梦者的发展方向，决定优先发展货运版，由它负责向国际空间站提供物资补给，并希望在货运版成熟之后，在此基础上开发最多能够把7名乘客送达近地轨道的载人版本。这样的载人运载能力已经达到了当年航天飞机的水平，明显强于现役的各型载人飞船。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载人版追梦者的研发也得到了 NASA 的大力支持，很多人都对它的前景非常看好。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追梦者，来好好看看这款航天器。追梦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NASA 兰利研究中心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款名叫 HL-20 的小型航天飞机概念上。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左侧就是 HL-20 的全尺寸模型，右侧就是追梦者。从这2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是何其的相似。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 HL-20 计划最后被取消了。2004年 SNC 公布了追梦者的构想，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 HL-20 的一种重生吧。在气动布局上，追梦者采用的仍是源自上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用于高空高速飞行器的升力体布局。所谓升力体，指的是一种具有独特外形的飞行器，
这种飞行器的机体也能够产生升力，而不是像传统的飞机那样仅仅依靠机翼来产生升力。升力体布局具有飞行阻力小、结构效率高、飞行稳定性强、内部空间利用率高等优点，特别适合高超声速的飞行。航天飞机 X-37B 和中国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使用的都是这样的气动布局。俄罗斯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弹头采用的也是升力体的气动布局。为了满足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需要，在追梦者的尾部安置有2个斜面稳定舵和1个垂直尾舵。为了降低着陆时的滑跑速度，在追梦者上还设置有减速板。另外，像其他飞机一样，在追梦者上还设有可收放的前3点式起落架。这些配置使得追梦者可以在标准的民用机场跑道上着陆，着陆的滑行距离仅有3公里。虽然追梦者的概念早在2004年就被提出来了，但是直到2010年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研制进度为什么会这么缓慢呢？其实这是因为追梦者使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发动机 R35KA 固液混合发动机。我们知道，一般来讲，航天器的发动机要么是固体的，要么是液体的。固体发动机因为其结构简单、推力大、维护简便等优点，通常被用在火箭低空飞行段；而液体发动机因为其比重高、推力易于调节、易于多次开关机等优点，多被用于火箭的高空飞行段。但这种固液混合发动机又是个什么？它又具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固液混合发动机的一个示意图。位于屏幕右侧蓝色部分的就是氧化剂注箱，液态的氧化剂就存在注箱里。在氧化剂注箱的左侧，灰色结构形成的部分非常类似于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这部分的主体就是一个金属空腔，这个空腔也是发动机的燃烧室。燃料以固体的形态被布置在空腔的内壁和中心，在空腔的尾部还有截面面积急剧缩小的喉部和喷管。当发动机启动的时候，液体氧化剂会通过阀门注入燃烧室，接触固体燃料，随后点火器点燃燃料，开始燃烧反应。燃烧产生的高温气体经过喉部和喷管的加速喷出，产生推力，从而推动航天器的前进。这种发动机以其独特的结构兼具了一些固体发动机和液体发动机的优点。就比如在安全性方面，由于不同于普通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氧化剂和燃料是以一定的比例混合存放的，固液混合发动机的氧化剂和燃料是分开放置的，因而就更加安全。在复杂性方面，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相比，固液混合发动机因为只需要一个推进泵，因而结构更加简单。在推力调节和多次开关机上，混合发动机既可以通过调节液体氧化剂的流量来实现推力的调节，也可以直接切断氧化剂的供应来实现关机。想再次开机也很简单，打开阀门供应氧化剂，然后点火就可以了。这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在制造成本上，相比于复杂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混合发动机的制造成本十分低廉。当然，除了优点，固液混合发动机也具有一些缺点，就比如在同样的燃烧室压力和温度下，它的比重比较低。另外，相比于固体火箭发动机，它的结构还是要复杂一些的。但最关键的是，由于燃料就在燃烧室内，当发动机工作的时候，随着燃料的不断消耗，燃烧室内的空间就会不断加大，空间的变化就可能导致压力的变化，而压力的变化就有可能影响到推力的大小变化。这时，如何使发动机维持稳定的推力，是要经过大量的计算和实验来摸索的。这就使得燃烧室和燃料截面形状的设计变得十分复杂。同时，氧化剂的供应量也需要不断地适应燃烧室容积的变化，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发动机的研制难度。因而，对于一个没有设计经验的公司而言，固液混合发动机的设计的前期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发动机的研制一直推后的原因。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在混合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 SNC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还和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合作，申请了被称为涡流发动机技术的专利。这种技术能够利用内外2个涡流，把液态推进剂的掺混与燃烧限制在燃烧室的中心区域，由外涡流来阻挡高温燃气与推力室内壁的传热，减少内壁面的热负荷，降低温度；由内涡流来促进燃烧，使得燃烧更充分。由于这项技术非常有效，在追梦者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系统上也使用了该项技术，这就使得追梦者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结构更加简单，体积更加小巧，价格也更加低廉。谈完了气动布局和发动机，让我们再来看看追梦者的热防护系统。和航天飞机、星舰飞船一样，追梦者采用了可重复使用的热防护系统方案。类似于星舰飞船，追梦者在向鼻锥、机翼前缘、副翼等高热流区域采用了 Tufrock 防热瓦。关于这种材料，我曾经专门做节目介绍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对于热流密度稍低的机腹等部位，追梦者采用的是黑色的 AETB 防热瓦，而在热流较为温和的顶部背风面，则主要采用了白色的 AETB 防热瓦和 FRSI 隔热毡，这就和航天飞机差不多了。通过前面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对追梦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追梦者将如何被使用。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货运版追梦者的使用。不过在介绍追梦者如何使用之前，我还要先向大家介绍 SNC 为货运版追梦者研制的2种配套的模块 CM 和 FRAM。CM 说白了就是一个加压的货舱，就是屏幕上飞船尾部的圆台状的物体。在 CM 的尾部还有用于和空间站对接的接口，另外在 CM 上还设有辅助的电力系统和机械臂，它能够为货物提供一个加压相对良好的存储环境。而 FRAM 则是外部非加压飞行脱落附件，一次任务最多可以带3个，它们通常被安装在 CM 的外壁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追梦者、CM、FRAM 形成组合体，离开火箭2子级，飞往空间站。在完成任务之后，组合体会与空间站分离，在载入大气层之前，追梦者会丢弃 CM 和 FRAM， 单独返回地球。介绍完了2种模块，下面我们来看看货运版追梦者和 CM、FRAM 形成的组合体和火箭是如何连接的。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用火神半人马座火箭发射货运版的追梦者组合体时的情况。和航天飞机轨道器与火箭的并排布置的形式不同，追梦者与将其发射入轨的火箭的排布形式是串列式的。我们看到折叠机翼后的追梦者与 CM 和 FRAM 一起被安装在载荷支架上，放置在2级火箭上方的整流罩内。虽然屏幕上只示出了追梦者在火神火箭上的安装情况，但其实它在其他火箭上的安装情况是大同小异的。如果需要执行载人任务，我们又可以分成2种情况。当需要在载人的同时，还需要向空间站补充少量货物的时候，会在载人的追梦者的尾部加装 CM 模块携带货物，并通过 CM 模块上的对接口和空间站对接。当不需要在载人的同时向空间站补充少量货物的时候，则直接在载人追梦者的尾部加装对接装置，实现和空间站的对接。另外，为了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载人追梦者也设置有类似龙飞船那样的逃逸发动机，用于当发射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宇航员逃生使用。此外，载人版追梦者的机翼也不可折叠，因此它不能被放入火箭的整流罩内，而只能直接置于火箭的顶部。不管是货运版还是载人版，追梦者都是用尾部来和空间站对接的，这点显得非常不同。目前，追梦者仅仅是通过了空中投放实验和滑翔着陆实验，还没有进行过入轨发射。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原定今年进行的首次入轨发射也很可能会被推迟。如果结合 Starliner 出现的问题，这对 NASA 来说怎么也不能说是一个好消息吧。好了，关于追梦者号航天飞机，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不知道您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期待着追梦者号早日首飞？欢迎您给我留言，把您的想法告诉我，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另外，也欢迎您加入我的 Discord 群，在那里我们能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留言、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